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中国的茶文化，会从这个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然后再聊到一些这个背后的哲学思想，还有就是喝茶到底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有哪些好处。没错，那我们就开始吧，今天的分享。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就是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茶是怎么诞生的，然后又是怎么一步步的发展起来的。那关于茶的起源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传说啊。那最广为人传的就是神农尝百草，然后它是用茶来解毒。那这个就是差不多在500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茶主要就是作为药用。没想到茶一开始是当药啊。对，没错。然后后来呢，3000年前的西周的时候开始有人工种茶。那个时候茶呢也从药用慢慢的变成了一种食物。那再到2300多年前的秦朝的时候呢，又变成了一种日常的饮品。那这个时候也有了饼茶。那到了西汉的时候呢，成都就已经是一个茶叶的贸易中心了。那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又出现了用茶饼来运输那这些都是让茶一步步的变得更普及、更商业化。那这个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你能给我们讲一讲吗？比如说唐代的时候有一个陆羽，他写了一本茶经这是非常非常让茶文化有一个质的飞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茶道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僧人叫皎然，他是最早提出来的。包括那个时候还把茶作为一种贡品还发展了很多的茶叶的种类。听起来宋代也很有看头啊。对，宋代的话就是开始有了点茶法，然后也有了斗茶，还有就是那个时候的皇帝亲自写茶书那就是让这个茶室更加的兴盛了到了明清的时候，就是散茶开始流行，有了6大茶类这个时候的话，茶具包括一些饮用的方式也都很讲究到了近现代的话，茶文化更是随着这个申遗等等的一些事情越来越被重视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现象。你觉得中国茶文化在不同时期都有哪些鲜明的特点？如果要说的话，我觉得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茶呢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饮品了，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士大夫之间的清谈或者说一些礼仪祭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唐代宋代是不是又有新花样？对，唐朝的时候就是茶圣陆羽写出了茶经之后就是烹茶就变成了一种艺术然后那个时候也开始有了茶道这个东西。到了宋代的话，就是斗茶点茶包括一些雅集让这个茶文化呢又上升到了一个极致的美学明清之后呢，就是这个饮茶就开始走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了这个6大茶类的基本格局，也通过这个丝绸之路等等的传播到了海外，就变成了一个中外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我们接下来就要聊的就是这个文化背后的一些哲学思想了就是这个叶子文明所代表的中国的智慧。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叶子文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它有哪些独特的地方。其实叶子文明呢，它是一个就是中国还有整个东亚所特有的一种文明的类型就是我们是讲究通过茶这种平凡而持久的存在来强调一种自省内敛然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听起来跟西方文化很不一样啊。对，没错没错。那就是说西方它是比较崇尚那种果实的文化，就是它是一种收获成就效率那我们这种叶子的文化呢，就是更重视过程平衡然后叶子的那种默默的奉献不争但是它又孕育着生命的这种特质就跟我们的儒释道的思想都是很契合的。
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一个写照。那你觉得就是中国的这种叶子文明和西方的这种果实文明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哪些方面？西方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像是那种追求成果、追求效率的这种运动员。他们就是很喜欢去比谁更快、更高、更强啊，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在一些很热闹的场合啊去表达自己。那他们的这种酒文化也是很热情、很外向的。他们就是喜欢去展示自己，去竞争。中国的叶子文明是不是就比较低调？对，没错没错。那中国的话就是很像是那种讲究平衡与过程的这种哲人啊。那我们就很喜欢自省，我们很喜欢和谐，我们很喜欢人与自然的这种融合啊。那我们的茶也是需要细细的品啊，我们也不喜欢去争一时的输赢啊，我们就是喜欢这种温文尔雅的含蓄的这种美感。那你觉得就是中国的茶文化里面有哪些地方是可以看到这种独特的东方哲学的身影的？其实我觉得茶文化里面就很有讲究，就是你要怎么拿捏这个度。比如说我们很喜欢在这种苦和甜之间去玩味。那我们也很喜欢在这种浓烈和淡雅之间去找到自己的那个平衡。那我们也很喜欢在这种喧哗和宁静之间去品出生活的那种真意啊。那包括我们也很喜欢在这种喝茶的礼仪上面去体现出我们对人的这种尊重和谦逊。包括我们也很喜欢通过这种留白啊，通过这种简约啊，来品味出一种无穷的韵味啊。那包括我们也很喜欢在这种和而不同啊，这种多元包容的这种理念下面啊，让各种文化、各种思想都可以在一杯茶里面得到融合，得到升华。然后咱们来进入到第3个部分啊，就是这个健康和心灵的慰藉这一块那这一块的话，我就特别想问，就是说茶叶里面到底有哪些成分是对我们人体特别有益的？这些成分都有什么作用？茶叶里面呢，其实它的这个活性成分是非常丰富的。那其中呢，茶多酚是非常非常多的，它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天然抗氧化剂。OK， 对，它可以降低我们的血脂，然后它也可以帮我们抵御细菌。OK， 那它主要是在绿茶当中含量是最高的。那除了抗氧化之外，还能带来什么惊喜？当然有啊，比如说咖啡碱。它可以让你提神醒脑，然后可以帮你促进消化。L 茶氨酸呢，它可以帮你放松。还有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就不用说了，增强免疫啊，各种，比如像茶多糖，可以帮你改善血糖。OK， 对，那各种不同的成分呢，其实它是协同作用的。对，就喝茶的好处就是远远超过某一个成分单独带来的作用。那就是说具体来讲的话，喝茶到底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好处呢？就是长期坚持适量的喝茶的话，它是可以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如说每天喝3杯绿茶可以降低1/4的死亡风险。那它也可以帮我们调节血压，调节血脂，然后让我们的血管更有弹性。对大脑和认知功能有帮助吗？当然有啊，就是茶它里面的咖啡因和 L 茶氨酸是可以帮你提神醒脑，然后提升你的注意力的。它也可以帮你保护你的脑神经，降低你老年痴呆的风险。它也可以帮你改善肠道的环境，促进消化。它也有一定的减肥和抗氧化的作用。它还可以帮你强化骨骼，预防龋齿，提高免疫力。就反正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对我们的健康进行守护。那你觉得喝茶这件事情除了对身体好之外，它是怎么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或者说影响到我们的内心世界的？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就是喝茶它其实是一种冥想。就是你在泡茶的过程当中，你在等它出汤的过程当中，你在慢慢的品饮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种让你浮躁的心可以慢慢的沉下来的一种仪式感。它是可以帮你缓解焦虑，让你进入到一种比较平和的状态。
OK， 对，所以说喝茶也可以是一种自我疗愈。没错。然后再加上它的那种香气，它的那种味道，会唤起你很多美好的回忆。再加上你跟朋友之间围坐在一起喝茶，它又是一种情感的连接。你自己一个人独饮的时候，它又是一种自省，所以它是一种从情绪到心灵的一种滋养。它是一种真正的慰藉。对，今天我们一起聊了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发展，它背后的哲学思想，还有它带给我们的身心的益处。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那一片茶叶当中的智慧和温情，也欢迎你们能够亲自泡上一杯中国茶，去细细的体会一下那种独特的韵味。咱们这期播客就到这里了，然后咱们下次再一起品味生活。拜拜。拜拜。